OK，开始。然后今天的话，再给大家讲一个没有口的一个邮箱吧，相当于是一个自建邮箱。我之前讲过那个 Post.io，然后的话，我看我的这个阅读量，播放量还挺大的，所以我今天就再给大家介绍一个吧。然后这个是另一个的一个自建邮箱，然后的话，这里不用介绍了，之前介绍过，就是说让你后面你可以拥有你自己的一个域名的一个东西。然后的话，这个就是 Mailco 的一个官网，然后这是它的一个 GitHub，它也是一个开源的，我们都可以来看一下，这个是它的一个官网啊，它就是一个牛，一个他们的一个 logo，然后这个是它的那个 GitHub 一个 Docker 的一个介绍，这个是它的一个文档，这个文档的话，这里就有它怎么开始、怎么安装的这些，就是它的一个官方文档。然后的话，这个是自建邮箱的一个原因。然后我参考了一个其他博主，然后把他的一些，大家可以想看的话，可以看一下这个博主，这个。然后的话就是说，就是说自建的话，就是你说我们可以把数据掌握在自己身上，然后我们不会我们的隐私得到一个保护。然后的话，免费邮箱都是想牺牲隐私数据为代价，然后来盈利的这些。然后的话，就是说它这里有给一个对比，然后自建啊、免费啊，然后还有一个收费啊这些，一个对比吧，反正。然后就是一个隐私成本，他觉得他强调的是一个隐私成本。然后这里有一些，就说如果有你公司使用的是别人的，他们就可以关停你的服务，然后卖资料，然后丢失数据，然后这些。然后的话，自建的话，就是说我们可以自己控制，然后选良好的这个就可以那个，然后的话选服务供应商嘛，然后反正有备份也可以。然后的话就是搭建准备吧，搭建准备的话就是一台 VPS，然后最好你这台 VPS 就是说干干净净的，属于比较干净的那种，你不要装其他多的一些服务之类的。然后的话，你准备一个你的域名，然后如果你想就是说，你像你的这个不被进垃圾箱啊这些，你选个好的域名，比如说 com 啊之类的这种域名。然后的话，你 VPS 提前装好这个 Docker Compose，我们用这个来进行一个部署。然后安装开始，我首先修改一下，这个 VPS 一个 hostname，我们复制。然后这个是我在 Virtual 新开了一台，比较干净的。然后我上面嗯，只装了那个 Docker Compose，我们修改一下。我们把这下面粘过来，我们按一下 I 键，我们右键，OK 好，WQ 保存，WQ 保存退出，OK 好，那现在就已经改好了。然后的话，你创建一个安装目录，我们 copy 一下，我们到这个位置。好，那我们现在 cd 到目录，我们现在 cd 到这个 Mailco 的一个安装目录。安装的话，我们这里使用官方操作，官方这里是install 这里，我们是用官方这里是用一个 get 拉过来的，就是 get clone get 拉过来，然后我们这里参照官方的操作，然后我们 get，然后我们右键 OK 好，好，它现在就去 get 拉去了，OK 好，然后我们看一下，我们 cd 到这里，OK，我们看一下，OK，它现在拉过来了，那个话你生成一个配置文件，然后你就相当于使用它的一个官方的这个相当于一个脚本吧，它会给你生成一些东西。OK，好了，等它一下。然后我们这里需要输入的是一个
输入你的一个 mail，然后你后面的一个域名，我们这里输一下。OK， 好，那这里我们输 A 项上海，然后我们这里选1，我们选一个稳定版。OK， 它现在就开始了。OK， 那现在我们设置一下 DNS 解析，然后的话就是域名购买域名，然后怎么注册 Cloudflare 账号，然后把域名转到 Cloudflare，然后这里我就不讲，我之前有视频有讲过怎么弄。然后我们添加一个我们要添加这些 DNS 解析记录，没办法，就是这个邮箱的话确实要添加一个很多，然后我们就来操作一下。好，那现在我这里就已经添加完成了。可以看到我这里就已经添加完成刚刚的一些操作，然后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吧。你这里的话，这是 A 记录这里提示 mail，然后这里就是你的一个那个服务器 IP，然后这个是 mail，这个是一个 IPv6，然后你这里填你的服务器的 IPv6 地址。然后 CNAME 的话就这后面的话就像我这样填就可以了。然后我们就可以运行这个项目了。Docker Compose， 看一下，它应该给你生成了一个 Docker Compose 的一个文件。那我们运行一下 up-d OK， 好。那现在这里的话，我们看到它已经像我这里写，它报了一个这个错，报一个是一个 Nginx 的一个错误的问题。然后这里的话看了一下，就是 Nginx 这个 port 的配置有问题，我们需要修改里面的一个 port。然后由于它这个文件会它这个Docker Compose 这个文件特别大，然后很多内容，然后我建议的话，大家这里就直接把它下来，然后你这边改完再传上去。我们先找到这个 root， 然后 data， 我们 Docker data， 我们这个好没有扩，然后这个 OK， 那我们先把它下来，我们找到这个 Docker Compose， 然后我们下载到桌面。OK， 好，那我们这边下载到桌面，然后我们右键，然后打开我们记事本，打开，然后我们找一下它的一个 Nginx， 下面 OK， 好，这里的话呢，它是有一个这个看一下，这里就是这里，的话大家就直接改成这样，43或80这样直接对上，我们直接这样修改一下。看一下，43。80 OK， 好，那在这里就已经改好了，我们保存一下。OK， 好，我们关掉，之后我们把这个传上去。好，我们这样回过来，我们拖过来。OK， 那我们现在新的就已经传上去了，就已经替换好了。OK， 好，那我们现在再来运行一下。Docker Compose up-d OK， 那现在它就可以正常运行了。然后这个错误的话是一个比较直接的解决方案。我看了一下，它好像是用的是环境变量。如果你尝试就是说在这个 VPS 上把环境变量配好，然后由它引用的话，应该也可以。然后只是说我觉得直接这样改的话会更直观一些，然后我们就不用配这个环境变量这个东西。OK，它这个
需要起的服务会特别多，然后可能这里会要拉取的久一点。好，那现在我们看到我们这里已经运营创建成功了。创建成功之后呢，我们现在访问一下。OK，访问一下。我们点高级到给我们直接前往。OK，好，我们现在就先进入这个登录页面，登录页面我们默认名是 admin。OK，OK，我们登录。OK，那我们现在登录进来了。对，好，它这边加载完成。然后我们首先的话是一个设置一下 email，在这个 email 配置这里，我们要把我们这个域名邮箱添加进去。我们添加的话，我们就是这个域名，然后我们后面就不用改，不用改。然后我们后面就添加域名并重启就可以了。OK，添加域名并重启。OK，要等它生效。OK，好，那我们就生成成功。我们配置一下这个 DKIM，我们在 System 配置，我们找到这个 DKIM。这个，那我们找到这个 OK，好，那现在就找到我们这个 DKIM，我们需要复制一下。那我们到这边要添加一条 DNS 解析记录，我们添加一条，我们选择 TXT，我们把这个翻过来，翻过来之后，我们复制一下。OK，好，那我们保存一下。OK，好，那我们添加一个邮箱，我们来就开始测试，配置一下。OK，你可以看到我这边还是有点点慢。那我们邮箱这里，我们添加一个邮箱。好，我们生成一个密码。好，那我这边我记录一下，新开一个记事本记录一下。好，这个就是我的那个密码。看一下这边，可以，好，对，那我们这里的话，我们默认最大020，然后我们添加 OK，我们添加完之后呢，我们就进这边登录我们刚刚这个创建的这个邮箱。这里 OK，好，它是这个使用这个位置，我们输入我们刚刚的这个，我们密码的话就是我们刚刚生成的这个密码，能看出来试一下。
OK，好，登录。好，我们登录进去。那我们登录一下，马上就测试一下。OK，好，我们先测试一个收邮件吧。收邮件上，那我先用一个其他的一个邮箱给它发一下，然后看一下。用我的一个 Gmail 测试一下。这个邮件之后，我们这个好，那我们现在发送一下。第二分析。好，我们发送。我们这边等一下，看能不能收到。OK，好，那我们看到这里就已经收到了，收到这个邮件。那我们现在测试一下发送。然后我测试发送的话，就是我昨天是翻车的，然后我今天再试一下，看能不能去能够收到。好，我们点发送。好，这个已经发了。然后这边我 Gmail 看一下，收邮件这里。好，那我们这里就不用等。我记得我昨天这里是收不到的。然后总结一下吧。然后如果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，看大家的能不能收到。反正我这里我翻车了，我是收不到。然后最后总结一下吧。然后我感觉整个现在系统比 Post 要大很多。然后你可以看一下我们后面这里，它这里我感觉提供的功能会比那个要大很多。然后后台的设置要丰富一些，但是设置会更复杂，然后我们需要的资源会比较多。你看我今天开的是已经，来看一下，已经开的是两个 CPU，两个的运行那个都已经不行，都感觉会有点慢。然后感觉可能会更大一点会好一点，但是我感觉运行的整体的流畅性没有那么好。我感觉邮箱更适合就是说多人使用。然后我测试的话，我收不到发送的话，我收不到我的 Gmail 或者是 Outlook 都收不到。然后我这边测试是有点翻车，可能是我这边域名配置不太行，或者是我这边配置还有一个问题。然后我个人感觉邮箱的话，真的是配置一个蛮复杂的一个项目。然后如果大家真的就只想自己使用，没有那么多需求需要多人使用的话，我建议大家就选择 Post.io 就可以了，我感觉真的就可以了。然后还有那个我感觉会比较轻量级，因为我那个的话，我直接用我之前的那个比较小的一个机器就可以轻松的跑起来。但是如果是较多人使用的话，就建议用这个，因为这个的话，它的数据库啊这些功能的话都会更丰富一点。然后它的感觉会适合比较大型的一些项目啊之类的。
然后大家也可以两个都尝试一下，看一下哪个你更加喜欢吧。然后最后的话，因为是开源作品，然后非常感谢开发者的付出，然后让我们可以使用到这些产品。然后这个就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分享嘛。然后的话，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有所帮助的话，然后的话你可以给我的视频点赞、投币、收藏。然后当然了，如果你有任何问题哦，你也可以B 站评论区私信我，或者是直接在视频下面留言。然后或者是你也可以在我的这里，博客这里的一个留言板这里，然后发送你的信息。然后当然，如果你有点小钱的话，并且你也觉得我讲的不错的话啊，你可以请我这边喝杯咖啡，然后呢，相当于也是可以帮助我更好的产出更多的视频内容给大家吧。然后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。